得到首奖就是运气加运气加运气，太客气，就是三招。的确啦哈，就是说，因为主客观因素其实要刚刚好，才有办法得到首奖啊。除了我们自己的技术锻炼跟艺术表现的方法得到大家的认同之外，事实上，因为这是比赛就是评审的结构的总和成绩嘛。那我常常在举例说，5个主观的意见或者3个主观的意见就是相对性的客观，所以也是相对的会相较于其他入围的作品里面的相较性的一个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体，所以的确是。虽然说有功力啊，有实力啊，有这次表现自己觉得特别好啊，但最后还是取决在于观者的感受。那这个观者的感受就是，5位评审或者3位评审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所以当我们要比赛的时候，的确要不用想太多啊，就是，想着把作品送出去，最后的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然后通常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你师承谁？你是谁的门生，你就有怎么样有机会。以这十多年来我参赛的经验，我个人觉得，如果想成这样子的话，真的会比不下去。因为明明这一次我的2位很熟悉的老师就有在当评审，那偏偏就共估。所以有时候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拿出来讲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就是这样。那事实上现在的评审机制是非常的客观，它有很多的第1轮、第2轮、第3轮的机制。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性的客观，所以还是认真写字，然后多多比赛，有一天就会出现好的结果。其实就是张家勋在写作的时候那一种感性的行为，非常充分的把它表达在作品里面。那当然了哈，一件好的作品，我们不是说抄古人的诗句就好。诗以言志嘛，所以诗其实就是在也是就是跟作者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他刚刚有讲说，他这一件作品的内容其实就是跟他的想法非常的契合，所以他才选这3首诗。那在写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自己的情感就会融入到里面。因为这一首诗让我很心仪，让我很欣赏。那在写的时候，比如说像这个万，它这个点呢，这个墨这里有墨花，这个表示这个是很潇洒利落的，这个就是点下去了，就很率性的写。整篇的这个大大小小。还有那个虚虚实实，就是像说这个字句的这个书，还有这个密这个3个字相连的密这个书，甚至还有这个穿插字的穿插，这个都是我们在写行草书的一个技术。这些技术不是说在写的时候边写边想，就我要怎么样来让它会造成这个效果，不是，这个是经历了很多年的这个创作的经验以后，才能够这么样随意自如的把它表达出来。那当然了哈，这个在评审的时候，我们3个评审谁也没有办法影响说，谁去投这一张为首奖，那个就是各自打自己的分数，然后累积起来，他就是胜出，他就是首奖，表示多数的人认同他这一件作品的创作方式。恭喜这个张家勋校长啊！